Hello， 大家好，我係白冰。林鄭月娥喺今年9月4號正式宣布撤回逃犯修訂條例。引述翻明報嘅報導，中大廣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採訪咗623位市民，其中受訪者被問到喺撤回條例之後，政府最低限度需要回應邊一啲訴求。受訪者可以喺餘下4個訴求入邊選擇多於一個答案，當中有70.8% 嘅人認為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27% 嘅人認為需要落實雙普選，20.5% 嘅人認為必須對抗爭者撤銷刑事檢控或者特赦被捕人士，18.1% 認為必須撤回暴動定性。而呢一個民意調查結果可以話係直接驅使我哋為5大訴求分別製作影片咁去詳細解釋嘅原因。如果呢一個民意調查報告入邊認為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嗰70%人，就代表咗反對聲音。代表當中得唔夠一半嘅人認為要落實真雙普選，而認為有需要特赦被捕人士嘅人就更加少。從呢一個調查報告，我哋可以推論，雖然喺抗爭者嗰一邊，每一個人都識得嗌5大訴求缺一不可呢個口號，但係好可能反對聲音嘅主流意見都認為5大訴求缺一不可，其實真係只係一句口號。5大訴求對佢哋嚟講，其實唔係真係缺一不可。除咗呢一個民意調查報告之外，其實喺早前嘅林鄭對話會入邊，亦見到大部分人都發表咗需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訴求，但係就極少提及其餘3大訴求。咁究竟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冇用？係咪咁樣就能夠解決到主流反對意見最關心嘅警察濫權問題？相對少人關心嘅其餘3大訴求，特赦被捕人士有冇法理依據？睇落唔重要嘅撤銷暴動定性，又係咪不值一提呢？同埋最重要嘅真雙普選，又係咪真係香港人最需要呢？喺嚟緊嘅一段時間，我哋會一連製作5條片，會逐個訴求咁同大家分享，希望令大家明白5大訴求缺一不可，並唔單單只係口號，而係令到香港唔會變成新疆嘅底線。今次呢條片會先同大家分享一個已經達到嘅訴求，就係撤回逃犯修訂條例。可能大家會問，逃犯修訂條例都已經撤回咗，仲有啲咩好講呢？喺今年嘅10月23號，立法會大會重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根據議事規則64(2)條，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無需經過議員發言、辯論同埋投票。而喺今個立法會會期，條例修訂都唔可以再重提上立法會。喺李家超宣布撤回逃犯修訂條例之後，泛民議員都要求李家超就條例引起嘅風波問責下台。如無意外，喺嚟緊呢個會期，政府都唔會再推類似逃犯修訂條例呢一類令到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嘅條例上大會，最快都要留待下一個會期先可以重提。而下一個會期就係喺2020年立法會選舉之後，即係大約2020年嘅第4季。咁可能有人話，我哋血債票償。喺2020年嘅立法會選舉狠狠咁贏建制派一鑊，咁咪唔使驚政府再強推惡法咯。首先，咁樣食人血饅頭，公然消費受傷、流血、被捕甚至死亡嘅義士，實在係超越咗常人嘅道德底線，而且血債票償喺邏輯上亦都唔成立。所以我喺呢一度順便呼籲下大家唔好再提血債票償啦。其次，即使真係能夠做到血債票償，喺我哋之前嘅影片都有提過，香港嘅立法會結構因為有功能組別嘅關係，反對派係一定唔會有過半數嘅議席。再加上點票方式嘅關係，政府提出嘅議案只係需要全體議員過半數就可以通過。即使中央政府同建制派計錯數，真係俾反對派唔小心過咗半數，都仍然可以將反對派 DQ， 都仲未計建制派涉嫌中票同埋用掌心雷。甚至喺早幾年，陳鑑林議員用眼點舉手人數嘅方式，就宣布贊成嘅人數過半數。請贊成嘅委員請舉手。通過撥款議案，196億追加撥款就咁樣粗暴地通過咗啦。運房局話工程可以繼續，唔使爛尾。由此可見，因為建制派同政府嘅勾結，佢哋掌控咗立法會嘅遊戲規則。如果跟住人哋嘅遊戲規則嚟玩，一定唔會贏得到。對上呢22年冇立法會普選嘅結果同影響都顯而易見，而且禍害深遠。加上林鄭月娥已經啟動咗緊急法，可以話係喺體制入邊嘅任何抗爭都唔會有任何嘅效果。如果有睇我哋緊急法嗰條片，都會知道喺林鄭啟動咗緊急法之後，其實佢隨時可以繞過立法會，令到逃犯修訂條例立即生效。當然礙於民意同埋國際社會嘅壓力，佢絕對唔夠膽咁樣做。
但係如果一日香港嘅特首都係由中央派落嚟嘅傀儡擔任，遲早都會令到逃犯條例死灰復燃。為咗解決呢個潛在嘅威脅，到底有咩辦法呢？其實只要有一個唔會出賣香港人嘅政府，同埋完全代表民意嘅立法會，逃犯修訂條例呢一啲嘅惡法就唔會再出現。咁究竟點樣可以有一個面向人民嘅政府，同埋能夠把關嘅立法會呢？答案其實就喺5大訴求入邊，就係落實真正嘅雙普選。咁點先可以落實真正嘅雙普選呢？我哋會喺之後嘅影片再同大家分享。影片嚟到呢一度，我做一個小總結。逃犯修訂條例引起嘅一連串風波，根本原因在於中央政府同埋積極出賣香港嘅人，想盡快令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同陳同佳案無關。陳同佳一案嘅相關人士，只係不幸地被無恥嘅政治人物所利用。影片嚟到最後，希望我呢一條片少少嘅分享，能夠令到大家了解，即使政府已經撤回逃犯修訂條例，但係要令到呢一啲惡法徹底消失，都仍然要靠大家繼續努力。今次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